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安迪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频道，免费福利送不停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内容呢，是怎么样把手机上的 VPN 信号共享给电脑。那反过来呢，怎么样把电脑上的 VPN 信号共享给手机？那今天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，因为有很多小伙伴用的 VPN 呢，它只能在一个设备上登录，那另一个设备上就用不了。或者说全家想共享这个 VPN 的话呢，就很困难啊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电脑上用这个 V2Rain 来测试，手机上呢就用这个小火箭来测试啊，都是一样的。OK， 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们讲解怎么样把手机上的 VPN 信号共享给电脑。OK， 大家看一下啊，我电脑上目前来讲的话呢是没有开启任何的 VPN 的啊，大家可以看清楚，没有任何 VPN。那我的手机上目前呢也没有开 VPN。OK， 那大家都知道，共享 VPN 呢它是通过代理来实现的啊。那代理的话呢，它必须需要一个这个 IP 地址和这个共享的一个单口。OK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，打开手机来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连上 WiFi 了啊。那么这样做，双方共享的一个前提，不管是手机共享给电脑，还是电脑共享给手机，它的前提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的手机跟你的电脑都是连接在同一个 WiFi 上的信号，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先点一下这一个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呢，它的 IP 地址，然后 IP 地址 192.168.3.135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 IP 地址记住，等一下会用得上啊，OK， 倒回来的话，我们现在把手机上这个小火箭做一个设置啊，我们先打开它啊，打开以后的话呢，大家看到我这边有几个节点啊，首先要进行一个设置，点击左上角的3条杠，这边点设置，然后朝下拉。OK， 朝下拉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选项啊，必须要打开，允许来自局域网的连接，我们打开一下。OK， 打开以后呢，大家看到这边有2个单口啊，一个是 SOCKS5 代理单口，一个是 HTTP 的代理单口。那我们电脑一般是 HTTP 代理的，我们就记住这个单口啊，10809，我们记住它。OK， 返回来，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节点啊，OK。OK， 这里显示连接成功啊。我们首先在手机上试一下啊，我们打开一下 YouTube。OK， 随便我们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啊。OK， 好的，这个视频打开了啊。OK， 我们看到手机上的还正常打开啊，它的速度现在去到5500啊，每秒5500开啊，6000多开。OK， 我们把它关掉啊，OK， 然后的话呢，我们现在来到电脑上啊，要设置一下这个电脑的代理。OK， 我们右键打开网络和设置。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点代理。代理的话呢，这个地方一个手动代理啊，我们点设置。我们把这个地方开关打开，使用代理服务器这个开关打开。打开以后 ，OK， 这个代理 IP 地址跟端口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设置的看到的一个啊。我们看看这个单口是多少。HTTP 的单口是10809，对不对？那这里刚好是10809啊，那我们就不管它。然后来讲的话呢，我们要看看刚才的 IP 地址是多少，对不对？我们回到设置这个地方啊，那看到我们这个 IP 地址是多少？那这个地方啊，我们照填就可以了啊，把这个 IP 地址的填到这个地方来。那192.168.3.135，对不对？OK， 这个地址跟这个 IP 是一定要相同的啊，因为电脑需要用它这个 IP 来上网。
OK， 这边填好以后呢，我们点保存。好的，保存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电脑上打开这个浏览器看一下啊。我们打开这个 YouTube 看一下。OK， 大家看到这个正常打开啊，正常打开。正常打开来讲的话呢，我们随便找一个这个视频来看一下啊。我们随便找个视频来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跳过广告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。这里打开的话呢，目前的速度是2000多啊，2000多。OK， 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把手机上的这个网络给它关掉的情况下，看它还能不能用啊。OK， 我把这里关掉。好了，手机上已经关掉了。OK，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刷新一下。OK， 刷新完了，这个地方是出不来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它没有流量，因为我把这里关掉了，对不对？我把这里关掉了。OK， 我再把它打开。再把它打开。OK， 现在打开了。大家看到这边同步的话呢，同步的话已经可以开始播放了啊，已经可以开始播放了。目前每秒是2000多的一个网速。这个就是共享这一个网络来的。OK， 假设你家里有好几台电脑的话，都是一样的设置啊，都是一样的设置。在这个代理这个地方的话，都是一样的设置。把这个 IP 设成你手机的 IP， 然后端口设置成这一个小火箭的端口就可以了啊，就可以了。那所有的电脑都可以共享这一个网络，来创造一个科学上网的环境。OK， 我们把这个给它关掉啊。那我们把手机上这一个呢也给它关掉。手机上小火焰也给它关掉。OK， 好的。那刚刚测试的是把手机上的节点呢分享给电脑啊，然后电脑通过手机的分享的这个共享的 VPN 来上网啊。那现在我们反过来怎么样在电脑上打开 VPN 的情况下呢，把它共享给手机来上网？我们在电脑上打开这个 V2Rain，OK， 打开以后的话也是一样的啊。那手机要通过它的端口来这个科学上网，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先这个设置一下啊，先设置一下，在这个 V2Rain 里面点设置，然后点参数设置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呢，允许来自局域网的连接 ，OK，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一下，然后点确定。OK， 确定以后，大家看到下面这个地方有两个啊，一个是本地的这个 HTTP 的一个单口，然后本地局域网呢这边也有一个单口也有一个单口，它的 HTTP 都是10809，它的 SOCKS 都是10808啊 ，SOCKS 我们暂时不用，我们都用 HTTP 来试一下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啊，把它打开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打开了啊。那我们先再打开浏览器看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。那目前的速度去到13000啊，13000，15000啊，这速度非常快啊，15000。那我们随便快进一下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对吧 ？OK， 这个电脑这边呢是没问题的了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来在手机上做一个设置啊。OK， 我们打开这样一个手机的设置。打开我们的 WiFi。OK， 目前我连接的是安迪的这一个 WiFi 啊。OK， 我们长按这样一个 WiFi， 然后点这个修改网络。OK， 我们点这个显示高级选项然后我们点这个代理这个地方，代理这个地方呢，我们选这个手动代理啊，我们选手动代理。然后下来的话呢 ，OK， 这个地方有一个服务器主机名。就是 IP 地址，服务端口就是我们这个电脑上的服务端口。OK，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电脑上的这样一个IP 地址是多少啊？我们先看一下。OK， 我们打开以太网。这边大家看到啊，这个是我电脑上的一个 IP 地址，192.168，我们把它输到手机上这边来啊。
192.168.3.51 OK。好的，我们再输入这样一个端口啊，端口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下面这个端口10809。OK， 我们输好以后，我们点保存。好的，保存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在手机上试一下，看可不可以这个上网啊。OK， 我们打开浏览器。OK， 同样是这个视频，我们播放一下。那这里一个广告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是多少。OK， 我们看到现在的话，速度是7800啊，每秒7800开。那 OK， 我们稍微快进一下。OK， 目前的速度去到11000啊，去到11000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尝试啊，把这个电脑上的这个 VPN 给它关掉啊。OK， 我们尝试给它关掉啊。我们在设置里面直接把这个允许来自区域网的连接给它关掉就行了。关掉，我们点确定。OK， 关掉以后，大家看到手机上这边马上就连不上了啊，马上就连不上了。OK， 那我们再把它打开，再看一下，啊，还是这个允许区域网连接，我们打开，然后点确定，那 OK， 啊，点确定以后，这边马上就连上了，啊，马上就连上了，现在9000多开的一个速度。那大家看到啊，我这个手机上本身是没有开 VPN 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开 VPN 的，那直接就是一个共享网络的一个共享。那通过这个办法也是同样的啊，不管你家里有多少台这个手机，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端口跟这个 IP 地址来共享你电脑上的这样一个 VPN 了，达到一个科学上网的一个需求。OK， 这批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啊。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，请帮我点赞关注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